嘿，大家伙早喽！11月2号星期六，周末了。你们可能看不清我，因为天还特黑呢。为什么这么早开机呢？前面更黑，前面没有灯了。给大家看看 Pace Pro 的表盘实际的运动中。哎，看前面公园周围灯就少了。啊，这块儿挺暗的了啊。这比北京的大路上的路灯暗多了，你看看啊，台湾它就会更亮。然后你们看这个，如果放下来，过一会儿它会变成那种就是暗一点的屏幕常亮。然后你看抬起来又亮了。我估计你们都看不清我，找一个灯。行，那咱们一会儿天亮了再聊啊。明天就比赛了，是不是？我本来想等天亮一点再开，但是下起雨了，今天阴天一天的雨，就只能这样了。大本城周末又有活动，再布置了，明天就比赛了，对吧？北京啊、西安啊什么的。哎，西安的博览会应该现场可以买到 Pace Pro 了，对吧？好像是啊。我是觉得这块比较，就如果您是刚买了 Pace 3的小伙伴，您可以考虑。然后如果您现在是Pace 2或者再之前的表，我觉得可以不用想了。可能抛开品牌生态的习惯不谈吧，现在这电子产品就是出来以后越早买越划算，就跟电脑手机是一样的，差不多就这意思。我觉得很可以。然后上赛场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没跟大家聊的呢？应该都差不多了。然后您可以看看您的手表，说到手表了，手表最好有三个东西能看到。第一个是从你起跑到当前整体的平均配速，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是不听表的，对吧？然后你过计时毯的时候再开表。就那天东京半马那小伙还问我什么时候开表，这个我觉得对大多数人说应该不是问题，就是您过了计时毯再开表，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跑净成绩，除非你要争名次。这样的话，你的那个平均配速就只受距离的影响。就我们跑比赛有可能，比方说路过密集的高楼，像周末跑纽约的小伙伴肯定会遇到，就不管你是什么表，在有些密集的高楼的地方也是会偏的，最多就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就是可以被用作评估你的完赛成绩的，因为越往后它越准，距离越长了嘛，对吧？时间也越长了。那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更直接，就是从起跑开始到现在的总时间。你比方说，我已经跑了1小时09分22秒了。那你跑到42公里的时候，你一看，哎，2小时30，那闭着眼睛也240了，对吧？2.2公里10分钟，就是比5分稍微快一点点就可以了。我多少次有时候做梦就想到，哎，我当时正好在40公里那一看手表230，然后还碰见过一看手表232就危险了，因为你还有2.2公里，最后那200米你就这么说全力的跑，可能也得几十秒，差不多吧，几十秒。因为你想200米跑1分钟的话，那1公里就是5分钟，
那差不多得40秒，那就得3分40左右跑完最后的2.2公里，那基本上就我觉得就很难，就没戏了，就对我来说就没戏了。哎，总时间就很关键，总时间配合什么服用呢？总时间配合路边组委会那个公里牌，别配合你的手表，因为你手表记的公里是不准的，肯定你会面临多跑。然后怎么判断自己多跑了多少？有时候你到一场比赛，你有没有机会能进？你就这么看。一般，如果你靠前起跑，跑的路线相对优化，你可能到第7、8公里的时候，发现哎，手表响了，但是抬眼一看，公里牌，比方说在前面那小拐弯那儿，然后你到公里牌那儿一看，你差了多少米？比方你差了40米，你多跑了40米，那这40米可能有2/3是你多跑的，1/3是 GPS 偏的。走，然后你就再往前跑，你跑到比方说15公里、20公里，你都看看，只要这个数没有夸张的增加，并且你确定 GPS 没有偏，没有怎么偏，或者它夸张增加了 GPS 你确定偏的多，比方有1公里告诉你2分多就表就响了，原来用单频 GPS 手表的时候经常这样，那时候就怕手表响，你就能估计这场比赛你大概是个什么完赛条件。然后这是第2个，就是总时间。然后第3个，如果你用 Apple Watch 这种，可能不用考虑这个。像用高驰的话，我建议你把一个屏幕上设成加一个当前的，就真实世界的时间，几点几分。我原来设的时候没考虑这个，然后就导致你看不见现在几点了。就这3个是关键的。一般我的习惯就是把整体的平均配速和当前跑了多长时间放在第一屏。我的第一屏数据最上面是配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啊？然后是距离、心率、功率，整体平均配速，最底下是当前跑了多久。然后，第2屏是单圈时间、上一圈时间，还有就现在几点了？哎，雨下大了啊！就不管您使什么品牌的表，应该都能设置这些。如果您之前没有这些，您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然后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您今天改，关键的地方，比方说你的配速、心率什么的在哪儿，你就别改它的布局了。有时候你改了以后，你不习惯，你第一眼看不见它。这都是我有过的经验。至于其他的赛场上的事儿，就是手表，我觉得还是要锁按键。虽然最后冲刺的时候可能照片不好看，就是锁按键就是保证你不要摁一下就暂停。像高驰这边，我一般选择长按解锁，而不是旋转解锁。看起风了，像苹果那边就把那个防水锁给它开开。其他就没什么了。然后就是，如果你开了这个锁以后，你冲刺之前你要想说我的这个表一定必须是一个准的成绩，那你就提前10米长按给它解了，你别太早解，太早解它过一会儿又锁上了。但是有的比赛大多数
摄影师在终点挺多的，还有视频，反正看你牺牲哪个吧。我一般都是还是要准确的记录。今天我有点穿少了，今天出门看天气，气温是20度，但是有点冷。但是你们看前面小伙那么穿，就是比赛中，只要你想出成绩，只要那场比赛不像川内优辉夺冠那届波士顿那样的极限天气的话，就不要这样穿，就是竞速怎么穿就怎么穿。你看去年的东京半马那么极限的天气，也是要成绩的人都是该竞速怎么穿就怎么穿。行吧，差不多，最后再嘱咐大家这么多。然后下午如果心里没底，觉得时间过得慢的，咱们直播间见，好吗？北京时间1点半，还是老时间、老地方。训练后见啊，加油干！哎，11月2号星期六清晨，你看我这看不了几点了，因为呢就在这一块表。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在这界面怎么能看现在几点的？看这个界面，不行，我这一这样它就变暗了，就是，哎，就这个画面。第二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但是今天跑了一些，更多的它的测试，回头会放在测试的节目里，所以有的地方停下来了一会儿，跑得比较慢，平均配速只有5分28。那运动表现是欠佳，训练负荷是较小，有氧效果是维持，平均心率130。这个 AMOLED 的屏幕确实是鲜艳了很多，步幅只有94厘米，行，挺好。明天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我还不确定我的训练计划是15、20还是25，甚至30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还有2周的比赛，但是他们其实也都是月中的比赛，不知道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训练习惯和逻辑不一样。这儿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如果不是关键的比赛，你可以多去试一试各种赛前的训练逻辑。关键的比赛呢，您自己决定。神户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比较现实的目标是跑进前200名，这样明年能拿名字的号码布。我说那名字的号码布不是号码布上印了名字，我看有小伙伴还说，哇，那儿的比赛号码布上也印了名字。对啊，哪儿的比赛号码布上基本都印名字，现在就是它是名字的号码布，知道吗？就是你们看那马拉松特邀运动员那样的，哎，是那意思。行吧，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咱们直播间见。我得赶紧努力的剪这个视频，要不然这3天2头的每天说一点，到时候都不想发了，是不是？哎，是挺不错的，真的挺不错的。这个，反正看每个人的喜好，有的人喜欢那种屏幕，有的人喜欢这种屏幕。我是喜欢这种屏幕的那种类型的人而已。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午直播间还有明天再见。